是 Sylvia。今天的爱神引路系列呢，我们来做一个有关于暧昧对象的短瞻哦。因为呢，爱在暧昧不明时有一种朦胧的美感，那也不是每个人看到喜欢的对象呢，就会一股脑的往前冲哦。大部分的人呢，也会先确定一下，到底这个人对自己有没有意思，才能提高告白成功的几率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暧昧对象对你的想法、连结，还有你们之间的羁绊深不深。还有呢，就是最近1个月内的发展。那因为这个是大众占卜哦，可能没有办法对应到每个人，你只需要呢截取自己有对应的内容即可。那画面上有3个选项，我们可以依照第一直觉来做选择。如果难以选择的话，可以闭眼深呼吸，再睁开眼睛，选择你有感觉的选项就可以咯。那我们是以第一直觉或是你觉得特别有感觉的选项为主。那选好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解牌环节咯。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你目前对感情的态度，还有就是对这个人的感觉。塔罗牌抽到了吊人的逆位、圣杯5逆位、金币2逆位，还有金币骑士的正位。目前的你呢，可能对于感情有点茫然哦，有点不知道呢自己真正想要的感情是什么。你的内心非常的渴望能离开现在的这种暧昧不明的关系，但是呢又不知道万一打破这种看似和谐但是又有点平衡的关系，对双方到底是不是好的。虽然呢内心也常常会挣扎，想要不顾一切的去追求这段感情，但是呢理智还是战胜了你的冲动哦。所以呢你可能会常常暗自伤神，钻牛角尖。目前的你呢，对于这段感情有点太执着了，执着到有点自虐哦。但是这种自虐的感觉呢，你又无法对别人诉说。那在过去的你呢，有遭遇到一些感情上的失落和失败，所以你的内心对这段感情是很憧憬的。那我觉得你的过去呢，也常常有这种暗恋的经历，那有时候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所以呢会没有勇气把这份心意说出口。那你是个执着又害羞的人，心情呢也有点矛盾哦。内心呢有可能既期待爱情，但是呢却又怕自己会一头的在进恋爱中无法自拔。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暧昧对象对你的感觉，还有就是他目前对感情的态度。塔罗牌抽到了圣杯侍者的正位、皇后逆位、权杖3逆位，还有圣杯国王的逆位。他看似呢是一个内心敏感纤细的人，那也很能为他人着想哦，就像是一个大哥哥一样，很容易亲近，那也给人很亲切的感觉。所以呢他的人缘很好，桃花运看似也很好，你有可能呢是围绕在他身边其中的一只小瓢虫而已，但是呢他的身边看似还有很多的蝴蝶哦，身边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对象。对方呢有可能根本不把你当作对象，只是一个干妹妹。你可能会觉得你偶尔呢鼓起勇气丢出的讯息，他常常会没有回应或是没有反应哦。目前呢看似是单恋的状态哦，那有时候呢你可能甚至会觉得他这个人有点铁石心肠哦，面对你的感情呢他好像都没有给予任何回应。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之间的连结状态如何呢？还有就是羁绊深不深。宝剑国王的逆位呢，代表着情感上的冷漠，你们之间的思维和沟通模式呢，你可能会觉得不知道怎么的，就是少了一种熟悉和热络的感觉。但是呢，宝剑呢也有它的两面性，那这种刻意保持距离的感觉，有可能是选择过后所表现出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刻意的和你保持距离。
所以呢，你们目前在情感上的连结呢，看似是不深哦。那战车的逆位呢，也是显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羁绊不深。那有可能是双方的想法、观念、逻辑方面呢，有一定的落差。所以呢，双方应该都很清楚哦，彼此不太合适，而且呢，彼此的个性都很硬哦，有可能会谁也不让谁。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对这段感情有什么讯息要给你呢？神谕卡抽到了黄水晶、吸引力，还有你值得爱。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的恐惧和压力呢，有可能让你无法好好的展现自己的美和吸引力，所以呢，导致你无法吸引到美妙的情感到来。那这边呢，宇宙要告诉你哦，你是值得爱的。你在过去呢，可能经历了一些感情的创伤，导致你无法也没有办法相信真挚的爱情会来到你的生命之中。但是呢，宇宙要告诉你哦，你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只要你能自然的表达真实的自我，并且呢，好好的照顾自己，你自然可以为自己呢，创造一段属于你的浪漫恋情。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月这段感情的发展会如何呢？塔罗牌抽到了女祭司正位、圣杯10正位、圣杯皇后逆位，还有金币6的逆位。最近一个月的你呢，还是会选择隐藏自己的心意哦，单恋的可能性还是很高，会因为害怕受伤呢而不敢示好，行动上还是很被动哦，变动的能量不大。他身旁呢，可能依然是围绕着很多的小蝴蝶，虽然呢看起来气氛和乐，可是你依然会感到很失落哦。有时候呢，甚至会因为这些情境哦，而感到暗自伤神，而迷失自我，不知道呢该怎么办去抒发自己的感受哦。那内心呢可能会希望对方对你的付出有所反应，但是呢你所付出的回报也可能不如预期，所以呢有些支配欲无法被满足的状态。那最近的一个月呢，这段感情关系依然是属于比较内耗、没有进展的状况。再来呢，针对这段感情的发展呢，易经抽到的是第29卦的坎卦，上下卦皆为坎，代表了所在的环境呢危机四伏，也就是内忧外患哦接踵而来的意思。那也就是呢，代表这段感情外在状态险峻，内在也危机四伏，对外呢得不到支持的力量，付出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那内心呢，你自己也对这段感情哦越来越感到迷茫，不断的内耗。目前呢，这段感情哦还有着太多的压力和矛盾哦，双方要走的路呢还很遥远，而且呢危机四伏，常常要叠对叠哦。所以呢，在这个环境中哦，要如何自保，才是你要思考的首要之重。再来呢，黄大仙灵签抽到的是第59签的东施效颦。这支灵签呢是说，西施美艳无双，是一个一笑倾城的美女，再笑呢便令吴王倾国了。最不自量力的是丑女东施哦，整天模仿西施皱眉头的样子，以为呢可以博取别人的怜爱，其实呢山鸡就是野鸡的意思了，怎么可以冒充凤凰呢？那得到这支签哦，代表我们凡事呢要安分守己，顺时听天，不可以呢心高气傲而强求妄想，明知道自己不如人而强学于人，反而呢是不好的事，而且呢有可能哦凶多吉少。也就是呢，凡事不必强求，也无需呢去迎合别人，做自己，过得开心就好。单身呢也可以过得很自在，无需强求不适合自己的感情，因为呢强摘的果子是不会甜的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第一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
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咯，拜拜。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2组的朋友，你目前对感情的态度，还有就是对这个人的感觉。塔罗牌抽到了宝剑3正位、圣杯9逆位、宝剑2正位，还有女祭司逆位。在过去的感情中呢，你可能遭遇到了背叛、悲伤或分离的能量，有可能经历到了三角关系，或是逼不得已需要割舍某些人事物，让你的心很受伤在你的心上呢留下一道很深的伤口，所以你目前对于自己的自我认同感容易不够，会经常性的质疑自己。那如果最近感觉到幸福了，你可能还会质疑自己这么幸福或快乐是对的吗？是可以的吗？我配拥有这些吗？那也会害怕一切都只是昙花一现。那到了梦醒时分呢，会怕呢发现呢这只是梦一场，所以呢你纠结的能量很强那我这里呢还有 get 到一个特别的讯息就是有少部分的朋友呢，有可能是有性无爱的情感关系，也就是只有肉体的关系可是却没有爱。那对方有可能是你的性关系对象，你可能会用这种肉体关系来麻痹自己，那也想过自己不会晕船，但是久而久之呢，却发现呢自己好像有点离不开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存在或是呢你可能会喜欢上的对象呢不是一个预期中的人，有可能呢对方已经有另一半了，或是呢可能朋友要介绍 A 给你， B 呢可能是陪着 A 来的，但是结果你对 B 比较有感觉之类的，所以呢有时候呢你会想要逃避一切不想要承认这种关系。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暧昧对象对你的感觉，还有他目前对感情的态度。塔罗牌抽到了金币7逆位、权杖9正位、圣杯国王逆位，还有金币侍者的正位。他呢是一个对自己评价很高的人有可能会有骑驴找马的心态，也容易呢对身边的事情感到不满。你可能会觉得他对这段感情有点漫不经心对他来讲呢，你会觉得他可能觉得这段感情是可有可无的。这有可能呢是源自于他过去的感情经历，他过去所受的伤，使得呢他是比较采取防御的态度不想让人进入他的内心。有可能他会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掩饰他内心的脆弱把世界呢都当作战场，而导致他的内心越来越封闭和脆弱。他自己出不去，那别人也进不来，状况呢显得非常的压抑，就像是蜜糖包裹着的毒药，你看到的是外在包裹的那层蜜糖，但是呢却进不去他那阴晦黑暗的内心。目前他比较专注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会先想着好好的专注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上所以呢目前对于感情的态度呢相对的保守。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之间的连结状态是如何的呢？还有就是羁绊深不深？宝剑侍者的正位呢，则是显示呢你和对方的思考逻辑都还是蛮契合的，而且你们之间的交流都是基于理性和智慧的基础上，沟通顺畅。但是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想要再深入一点，那虽然呢偶尔呢你还是会对于他说的某些话反应有点过于激烈而你呢也在两人对话之间呢会小心的刺探对方的心情，这代表着你还需要多多的观察和保持警戒，并且呢加深和他的对话，才能更理解彼此。那命运之轮呢，则代表呢这可能是来自命中注定的邂逅那也象征着命运的转变，还有新的机会。所以你们之间的羁绊关系呢是非常有潜力的，有可能呢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加深。你们接下来还有可能遭遇到一些变化，有可能是一方的生活发生了转变，
会为你带来改变关系的机会哦。如果呢你能掌握住机会的话，是很有机会呢能够让双方的感情再更加深一点。再来呢，就是宇宙呢针对这段感情有什么讯息要给你呢？神谕卡抽到了红色碧玺、蜜月，还有宽恕与学习。那你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个人魅力，也是个带电的磁铁哦。但是有时候呢，可能会过于主观和强势哦，会有想要操控对方的感觉。这样呢，可能会让对方呢感到退缩或压力哦。所以呢，宇宙要你放松一点哦。你可以去进行一场小旅行，也许呢，在旅行中你可能会得到新的提示哦。那宽恕与学习呢，则是要你疗愈自己的过往，清除过往纠结的能量哦。当你疗愈了这些过往呢，你就不需要再建造这些围墙哦，才能吸引和转变为更健康的关系模式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一个月这段感情的发展会如何呢？塔罗牌抽到了宝剑5正位、权杖2逆位、月亮逆位，还有宝剑10的正位。在未来呢，你可能会有强烈的竞争心态哦。如果呢是有着三角关系的话，有可能会想要夺取他人手中的一切，或是呢想要征服对方的心很强哦。那这种强烈的心态呢，有可能会凸显出两个人的步调不太一致的问题。你应该要确认好对方的心情哦，以免呢想要支配对方，但是呢遭受到对方的白眼，而使得关系进展的不顺利哦，也会让事情呢变得难以掌握。那不过呢，这也有可能会让你察觉到某些隐藏的真相哦，或是呢能使原本暧昧模糊的事呢变得具体。你能清醒过来认清事实，那也能确认内心哦，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事是什么。在最近的这一个月呢，有可能会迎来两人关系的分岔路口，有可能会经历某些事件哦，让你对这段关系会有新的认知，你也会不再执着着固有的执念，反而呢可能会让两个人呢迎来新的契机哦。再来针对这段感情的发展，易经抽到的是第55卦的雷火风卦。雷呢代表惊动和变化，火呢则代表光明和热情。就像刚刚说的，未来这段感情呢有可能会迎来变化与新的发展。那风呢有丰富、丰盛、丰收的意思，那这也是提醒你哦，不要太过冲动与躁进。事情呢自然会顺势发展，能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就像是烟火一样啊，有可能会突然天雷勾动地火，迎来一段美好的恋情哦。再来是黄大仙灵签，抽到的是第14签的苏东坡醉酒。这支灵签呢是在描写苏东坡归隐的清雅生活。那为了悠闲呢，在住家的周围种满了绿竹，那把时间都交托给春天，或者是呢躲在茅屋里赏雨，喝醉了呢就睡在杏花旁边，安然地进入梦乡。最怕的是呢被黄莺的歌声吵醒。那这个景象呢是如此的安逸和闲适，所以呢这支签也是告诉我们，凡事呢不要太躁进，不要太主观和强势哦，也不要想要去操控对方，顺其自然呢，命运自然就会带你们到对的地方，你也能自然的得到你的心之所向。但是呢，这支签是有小人的能量哦，需防有小人呢在身边讲些闲言闲语或八卦哦，可能会造成两人呢有意见不合或争吵的情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第2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
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3组的朋友，你目前对感情的态度，还有呢就是对这个人的感觉。塔罗牌抽到了节制正位、金币1正位、权杖1逆位，还有女祭司的逆位。目前的你呢，想要多参考别人的意见，可能呢会到处收集别人对这段感情的看法，或是呢对他的想法哦。相对的你呢，你的心态是比较开放，非常坦率的。你也希望呢对方能敞开心房，能互相理解。你也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哦，对方可能会给你的感觉是一个很踏实和有安全感的人。那对自己的目标呢，也是非常有愿景的人哦。你可能会觉得2个人的价值观非常的契合，兴趣和生活习惯呢也很相似哦。但是目前2个人呢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的行动力，那有可能是你对自己没有自信，或是呢对他的态度立场还不明确，所以内心呢还有过多的犹豫和不肯定。那有可能会想象着失败的场景哦，让自己更无法前进。所以有时候呢压力有点大哦，私底下有可能会有点神经质，而且呢会随着对方的心情起伏不定，所以呢精神状况呢也会比较不稳定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暧昧对象对你的感觉，还有目前他对感情的态度。塔罗牌抽到了金币国王逆位、圣杯皇后逆位、月亮正位，还有圣杯侍者逆位。目前的他可能有点迷茫哦，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因为呢，你有时候的若即若离，可能让他完全摸不着头绪。他可能是个不怎么有趣或自信的人，话不多哦，又有点古板和迟钝。所以有时候呢，你会挺气他的慢半拍，因为呢，有时他可能也搞不清楚哦，他到底呢对你是什么想法，那也会觉得你很难捉摸哦。那有可能你的人缘很好，他过于呢没有安全感，觉得你不可能会喜欢他，所以呢他无法掌握状况，也难以有所行动。月亮牌呢也代表他有些事或想法可能无法让你知道，有点呢隐藏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可能有一些难言之隐，无法为外人所知，要小心哦，有被欺骗的能量。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之间的连结状态是如何的呢？还有就是羁绊深不深。那金币6正位呢，代表着你们能共同分享生活的乐趣，那也能有共同的兴趣和朋友。你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对比起其他2组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哦。那也能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呢，连结的状态很稳定，和沟通也很顺畅。金币9的逆位呢，则是代表有一方可能不够独立，或是目前他无法投入到这段感情关系之中，那可能是有过于太过现实层面的考量哦，例如是金钱或物质生活方面，所以呢，让2个人目前的关系无法得到很大的突破。所以呢，看来2个人的羁绊没有想象中的深。如果呢有想要更进一步的话，建议呢可以试着去了解一下对方的需求和期望，可能呢会有望可以突破目前停滞的能量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对这段感情有什么样的讯息要给你呢？神谕卡抽到了钛金、了解彼此，还有毕竟。钛金要告诉我们的是，若即若离呢，有时候会让人失去耐心。你可能是个很重视自由和个人空间的人，那也会和身边的人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那所以呢，宇宙要提醒你的是，拿捏比重就要更加的留意，才不会让对方感到若即若离，有点不知所措。那宇宙呢，也要你去展现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渴望哦，还有就是你内在不为人知的自我面向。
因为呢，这样有可能你会发现彼此的共同点，会让两个人呢有新的连结能量哦。那毕竟呢是在说你可能吸取了太多人的意见了，搞得你自己也很迷惘或矛盾。你应该呢让自己好好的独处一下哦，免得别人的建议让你觉得更乱，更不知所措。如果你能花时间和自己独处，你可能呢很快的就能知道和发掘自己内心的真正想法和感觉。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一个月这段感情的发展会如何呢？塔罗牌抽到了权杖4正位、吊人正位、金币7逆位，还有战车的逆位。虽然呢，最近这一个月看来停滞的能量还是很强哦，但是你可能渐渐的能有所体认到自己的心情和想法，而且能领悟到对于这段感情的想法和目标。吊人牌呢，跟刚刚毕竟一样哦，也是要我们自己呢好好的独处，发掘自己内在想法和目标。那感情的发展呢是需要时间的，在未来呢，两个人有可能因为意见不合而发生一些争执。太过心急呢，是会让两个人的关系没有发展性的哦。所以呢，建议你应该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要勉强对方一定要有什么答案。两个人呢都可以先冷静一下哦，会对彼此比较好。再来呢，针对这段感情的发展，易经抽到的是第22卦的山火喷。喷呢是要我们不要只看到外表的美，而忽略了内在的空虚。双方呢需要再多了解彼此，才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也是在说着有可能不够了解对方的内心哦。你看到的只是外表的他，跟刚刚的月亮牌一样哦。你要多了解对方，再行动会比较好。如果呢只是虚情假意的感情是不会长久的哦。再来，黄大仙灵签抽到的是第29签的张翰思驴。这支灵签是说呢，知足者能长乐，可以有很愉快的日子。那凡事呢也能平稳无碍。鲈鱼作快，快呢就是鱼生哦，就是生鱼片。那有黄菊美酒相伴，在秋高气爽的黄昏，泛舟在涨潮的湖上。你可以想一下这样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还会有什么忧愁呢？这也是在鼓励我们呢，要先放松一下心情哦。目前的停滞能量呢不会太久，所以呢你倒不如放开心哦，让自己放松一下，好好的和自己独处，来一段惬意的小旅行，或是享受一段悠闲的下午茶时光。这样呢也能更厘清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哦，因为呢很快的这段感情就能迎来新的进展和有可喜的突破哦。以上就是今天第3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